一会儿你结账，人均50，不能超。哎呀，主任，你这超了算我的啊！什么叫算你的？就是不能超。行。李然，你倒可以学学桃子的懒劲儿。我怎么就懒了？别打岔，别那么累，别那么太认真，太认真了，苦的、累的，是你自己。你有你的想法，镇领导有镇领导的角度，县领导有县领导的高度，考虑的问题都不一样，不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。事缓则圆，缓一缓挺好的。其实吧，最让我难过的，不是国潮展区取消了，当然了，不让办我确实很难过。但是最让我难过的，是彭书记的态度。彭书记态度怎么了？依然，你呀，就是太天真，太幼稚。彭书记那是身体力行给你上了生动的一课。咱们干工作就干工作，别往感情上扯。也就我跟桃子这种没布的，能跟你坐一块儿讲讲感情。主任，你说事就说事，你别挂上我，谁没步了？哎，好的。但刚才廖主任那句话说的对，天真、幼稚。彭书记他需要一个往前冲的人，但是真到节骨眼上，他也保不了你。废什么话，好经都让你给念歪了。行，我是歪嘴和尚，我念不出好经。彭书记啊，他喜欢你，支持你，是因为工作需要，组织需要，往大了说，那是人民的需要。他呀，这是给你机会，历练你嘛。廖主任，那爹味儿又出来了啊！怪我多嘴了。来，行了，哎，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不聊了啊。咱们一起举杯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庆祝一下，我们散伙愉快。来，哎，林依然，真生我气了？来吧，就差你了啊！凭什么呀？什么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办成他们那样呢？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呢？啊，之前的文化节都办成业内人士的自娱自乐了，钱花了，结果什么效果都没有。那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呢？你换了另外一种方式，给桃花镇带来了流量，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收益，为什么不行呢？手劲儿又上来了。宣言，你觉得呢？这就是个伪命题。你看，我爸他一直坚持做传统宣纸，就光这个事儿，我们俩吵了多少回，你们也看见了。那他们的现在这个思想跟我爸有什么区别？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，笔墨应随时代。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，无论什么产业，都应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而去转变，不变的是初心和文化的传承。啊，他们坚持固守传统的那一套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那只能是他们亲手把产业和文化往这火药堆里面坑。对嘛，罗副镇长他们就是给我说懵了，这一唱一和的，不行，这文房四宝文化节准备的这么好，不能就这么算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是党委的决议，党组织的决定，你可不能任性啊！主任说的对，你要这样做就有点出格了。我觉得党委班子也是受上级的影响呀，那我就找上级领导嘛。我把功课做足了，我把道理讲明白了，这有可能领导的态度就转变了呢。简直胡闹！越级汇报那是大忌呀！你这个孩子，老师，注意领导形象。哎呀，朽木不可雕。没事。这样，我再去叫点串啊。哎呀，大家都吃饱了。我再吃点。没事。依然，你要是真这么做了，你就把全体的班子成员都得罪了，到时候你就彻底没步了。他哪里还有步？他真敢这么干，在桃花镇
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可不是儿戏啊！在这方面，我跟桃子都能当你老师了。我爱武士，但是我更爱真理呀。来，吃。是。其实啊，我只在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。至于我个人的话，先这样吧。轩言，反正他们俩现在已经不认同我了，你呢？他们俩不认同，我支持你。跪着生，不如站着死。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。干！彭书记，您专程到这儿等我呀？不然呢？这是我个人主意，跟您没有关系。林依然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在会上扛不住压力，把你推出去祭旗了？林依然，我说过我是你背后坚强的后盾，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。你看昨天那种情况，我要是不提前敲打你，不及时的阻止你，就凭我对你这个林怼怼的了解，你不得在现场把桌子都翻了啊？要是真的得罪了镇党委班子，好多事情的后果，你承担不了。对不起，彭书记。你看，你今天也不该这么胡闹。你说你跑到县委来找领导，你把镇党委班子置于何地？你不能这么冲动。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了，不能忍辱负重，是走不远的。我没冲动，也没有忍辱负重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，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，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，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。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？我当然是不想，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，我只能这么做。谢谢彭书记为我考虑，可能还是要辜负您了。我连夜做了一份国潮展区的全面分析报告，这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，该得罪的人我还是要得罪。好，小姑娘还挺倔强，可以走。您不必陪我去，我不想连累您。不但倔强，还挺仗义啊！啊，林依然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踩的是禁区红线，我不可能让你自己去的。现在不可以，今后永远不可以。你别着急。今天我带你进去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走。不，可是您这样的班子成员不合适。正因为我现在是党委一把手，所以我扛得住。林依然，我已经把你扶上马，再送你一场。走。
天县委领导能原则上同意，其实就是你那股想做事儿、能做事儿的劲头感动了领导。你要知道，县委领导做这样的决定不容易。你想想啊，好多事情咱们都还在规划设计，你能不能执行？能执行到什么程度？执行出来是什么结果，都是未知数。我明白，彭书记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把所有细节还有问题都考虑到，力求做到完美。好，小吴，停车。哎，彭书记，你不着急回去开会吗？请你喝杯咖啡。彭书记，进。哎，小丽，怎么样？我们的这片沙田道漂亮吧？漂亮。其实我今天挺感慨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看见你，就像看到了20多年前刚刚工作的我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跟你一样，哎呀，眼里有光，心里有梦，上怼天，下怼地，什么都不怕，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，像一块画布一样，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。时间真快啊！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、最有创意的餐厅、村咖、民宿，都是年轻人搞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，他们有时候啊，一点点小小的创意，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，引领着时代的节奏，开拓着时代的机遇。李依然，勇敢地往前冲吧，无论成败如何，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。彭主任，哎，林主任，我听说你那儿忙到炸了，我还想着去你那儿慰问一下呢，我又怕你耽误你工作，你说？得了吧，黄主任，你这话听着就假。哎呀，我给你打电话，电话不接；微信不回的你。县审计局在我那儿扎了好几天了，从早到晚搞不歇，我这哪有空啊我？听说了，例行审计嘛，所以我不是让你们办公室的小樊隔天就回去了吗？现在好多人都议论我、讨论我呢，说我巴结你这个财神爷。李姐万岁啊！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。我现在就是着急，国潮展区的这个资金，4个主题，很多场景都着急要钱。你要是再不给我钱，我就真来不及了。这还用你说吗？专项资金最后那10几万，我都一次性安排完了。安排完了？哎，我们可是都听说你们的壮举了啊！彭书记带着你那是直闯县委，那是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至将倾啊！你们人还没回来，小道消息早传回来了。哎，在咱们镇上现在已经传为佳话了。这是咱俩私下说这事儿啊。镇党委书记亲自出马，又得到县委领导班子的首肯，他罗副镇长怎么还敢推三阻四的？半小时前就已经签完字了，一次性全拨给他了。这他也没跟我说呀。你还不知道呢？彭书记一回来就奔那个小岭最美乡村公路那儿去了，说是有一户人家本来已经协商好了拆迁赔款，哎，结果刚一开工又闹着不让干了。罗副镇长跟葛主任他们都去了。行，谢谢啊，黄主任。你是好饭不怕晚，这食堂最怕晚，你赶紧吃口去吧。哎，谢谢啊，黄主任。太忙了你。大姐、大哥，我们政府的工作还是需要你们多多支持呢。彭书记，不是我们不支持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这腿脚也不方便，你孩子大了住在一起，多不你说彭书记对林依然啊，这真是
仁至义尽，这好的就没话讲了。都是为了工作。哎，你可要知道啊，这县里的领导班子只是原则上同意，这要是中间出现点什么事儿啊，你不要杞人忧天，想那么多。上级敢拍板同意，大方向、大原则上就没有什么大错。哎，这我清楚。但你说林依然这帮年轻人，他搞出来的是什么东西？这谁见过？对吧？哥哥，我呢这是出于关心啊，我说两句不该讲的。你说彭书记这么支持林依然，差不多你也要劝劝他，时不时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，对吧？其实这话我不该讲，但是二位领导，喝杯茶。没有，他说谢谢，辛苦你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有啊，别客气，别客气啊。我这老伴儿啊，这县城的楼房他住不习惯，就想回来。你让彭书记给他说说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是，我家老伴儿最爱听彭书记讲话，哎，入情，入理。对，那您先忙啊。好，你好。这不干不错，多干多错，这话是有问题，但我觉得呢，这存在即合理。要是真出了问题啊，那就晚了。哎，我想起个事儿哈，你家老丈母娘去年是得癌症走的吧？嗯，肺癌。有一回啊，我听肿瘤医院的院长讲啊，这得癌症的6%、70%啊都不是病的。啊？那为什么呢？是吓死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吗？吓死的。怎么样，书记啊？聊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什么意思？来，坐。好，哎。你就看这些什么东西啊，这些是。后退。哎呀，对，慢点啊。这放哪儿？你放那边去吧。你先放哪儿？依然姐。谁搞的这些啊？还能有谁？哎，依然姐，咱们这文房四宝文化节，手笔这么大啊！这说什么呢你？咱们哪儿来了这么多预算啊？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市县2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。这多少钱啊？这得？花的是冤枉钱，打水漂的钱。我就问你们，你们知道就这个舞台，你们猜是多少钱？租的，1天5000，罗副镇长亲自定的呀。不是，等会儿，就这个5000？对呀。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？咱们距离开幕式还有5天呢，罗副镇长这么早就安排上，得多花多少钱呢？咱们资金本来就不够，哪经得起他这么造啊？哎呀，我这还没说完呢，就这个高级音响，1天1万。1万？1万？这个1万呀！哎，哥们儿，我们这么多东西，这还有好几天呢，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？没错，昨天晚上临时定的，就是今天。定预算的时候，我专门跟罗副镇长说过，这舞台根本用不着，就红毯就行，这音响也根本就用不着。罗副镇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？谁能知道？不是姐，那个财政办额外拨款了？哪能啊？专项资金多少钱你知道的呀？罗副镇长来了。正好啊，大家都在是吧？紧急任务啊！听我说个紧急任务，市里头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下来调研，临时决定到咱们筹备现场来看一看，啊，所以说呢，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？答案在这儿。明白了。什么答案？啊？不管什么答案，现在都听我说啊！林依然，待会儿领导来了呢，要做动员讲话，你马上去通知周边的商户到这儿来，把现场的气氛搞一搞啊！另外，矿泉水啊、胸牌啊、工作服这些个物资到了，张斌、王浩，你们找几个人，一会儿把物资搬一下啊！其他人，你能不能眼睛里边有点活啊？把现场的这个卫生搞一搞，是吧？今天这属于是什么呢？突击演习，就是要考验我们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。所以说，大家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精神风貌，让领导们看一看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水平
啊！好了，动起来。走吧，走吧。廖主任，你这腿疼吗？动起来呀！你可是老党员了，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做个表率，带个头啊？带什么头？让群众们看笑话？你看，你就总是这样，总是不分场合、不分地点，在这胡讲瞎讲。你真该找面镜子，你照照，你还是不是个党员？是不是个党的干部？我当然是。你就应该服从组织啊，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啊。我作为桃花镇分管副镇长，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，我能不能领导你？我能不能指挥你？不是指不指挥的问题，你这么做，考虑过后果吗？我不管什么后果，我就问我能不能指挥得了你？能，你就动起来，搬水去，快点。还治不了你了，廖主任。不是林依然，你怎么站这儿了？动员商户啊！快点，我也指挥不了你了，是吧？行，罗副镇长，那我也问问您啊，这黄主任都说了，专项资金您都领走了，我这国潮展区着急用钱的钱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领导可说话就到啊！这火烧眉毛，你跟我要钱，先把这关过去了，行不行啊？那我不火烧眉毛啊，我不着急。哎呀，行，快去通知商户。我还没多找点人。这一个个的，动作都快一点。依然，你真准备去叫商户啊？他们会把你骂死的。彭书记特意交代我，要服从上级安排，听指挥，要注意团结，要忍辱负重。哎呦，真是要了命了！行了，你别跟我去挨骂，你赶紧回去啊。走了。宣纸文化节就是搞这套，大戏台唱戏，乱花冤枉钱。我们本想着你林主任来了，能给我们实事求是的做点好事，没想到啊，你也开始玩这套了。还叫我们去陪你们演戏，去当群众演员，你真能闹笑话。领导重视就能多多支持，对咱们也是好事儿，对吧？大家相互配合一下，其实耽误不了大家太多时间的。你别跟我们扯啊！领导要重视，就实实在在干点事儿，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。对，小林，你当初来的时候，为我们忙前忙后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我们私底下还说这个姑娘不容易，为我们是真心实意的。我们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，能配合我们尽量配合。现在你当主任了，你做领导了，那初心不能变，本质不能变吧？真的对不起大家，真的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看小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，他来喊我们，应该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。去就去嘛，也不耽误什么事儿，对吧？还是之前说的，我们多支持小林的工作啊，也不要太为难他，对吧？啊，都不要再讲了，都不要讲了。好，谢谢大哥大姐，真的谢谢。小林，也就是你，换做别人，我把台都给掀了。嘘，得，行了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，一定会把这次大会给大家办好了。好。来，热烈一点，热烈一点。哎，领导，辛苦了，副镇长，辛苦。感谢您呐，百忙当中还来关心我们的工作。来，各位，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的到来。大家辛苦了，这些天一直听罗副镇长念叨，说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，很辛苦。我今天路过这里，临时决定来看看大家。领导，上台说。不用了，就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。哎呦，领导，怎么叫做耽误我们时间呢？这都盼着您来呀，一刻一刻的，我们都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呀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我没有什么教诲可说，就是来看看大家。再过2天，文房四宝文化节就要举办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就一句话，我盼着看到一场顺利的、精彩的，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盛会。领导说什么大家都听见了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工作，好吧？领导，
你看，这都是我们的商户朋友们，这都是主动过来欢迎您的啊。我呢也想在这儿给您做一个简要的汇报，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进度，同时也让商户朋友们听一听我们都在做些什么，现在做到了什么阶段，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。您看，是应该让群众们多了解了解，了解了才能理解，理解了才能支持嘛。那我就开始了。喂，为了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召开，作为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，我在镇党委书记彭瑞雪同志的指示下，先后召开了7次相关的会议，厘清举办大会的意义目的，分配举办大会的相关工作，联动举办大会的相关单位。这里面呢，有领导们的真情关怀，有同事们的真心付出，有全镇企业商户的真情配合。我相信这次文房四宝大会一定是一场圆满的大会，胜利的大会。简短的嘛，简短的。罗副镇长说得好啊，但不能光说，还要去做。过2天我会实地来考察你的工作的，请领导放心，一定圆满完成任务。好了，我还要去工作，你们也都要忙，就不多打扰了。还是那句话，由衷祝你们成功。哎，好，谢谢领导。来，大家欢送领导。哎，罗副镇长，对了，各位朋友，多谢你们今天的到来啊，那就不打扰各位做生意了，大家就回吧。谢谢，谢谢各位啊。罗副镇长，我话还没说完。你们把衣服也都脱了吧，工牌也都不要带了，带弄脏了。另外，这拱门啊、舞台，包括这些音响设备都看好了，有押金的啊。哎，罗副镇长，话没说完呢。你干嘛？国潮展区的经费呢？黄主任说给您了，钱呢？钱你看不到吗？这大拱门，这个气氛、舞台，还有这些音响，哪样不要钱呢？不，都花了。没有啊，还剩点儿不多。那是批给大会的专项资金。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啊！我哪分钱没花在这个项目上了？我敢拍着胸脯讲，就没有1分钱是进了我自己口袋的。不信你可以查我呀。那是给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。谁定的呀？你定的，林依然啊！你决定这钱怎么使用是吗？我也得听你的。你搞清楚，等什么时候你当上我的领导，你才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。搞笑呢！我干嘛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把这拿回去。哎，我话没说完呢，罗副镇长。算了。不是依然姐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其实啊，这个事儿已经尽了力了，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呢，尽了力就行了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？听起一句，算了吧。彭书记在北京出差呢，刚才呀，把这个罗副镇长狠狠地批了一顿。罗副镇长是挪用了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，违反了财经纪律。情况彭书记都知道了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省市的资金程序还没走完，彭书记让我问问你的意见，接下来怎么考虑啊？我累了。彭书记也说了，确实太难为你了，不管你怎么决定，他都能理解。其实还是我不够成熟。
廖主任经常跟我说，所有事情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，是我的问题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国潮展区停了，这文房四宝大会该怎么开还得怎么开呀。好好做吧。小林来啦！哎呀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小林。你许阿姨天天念叨你呢，我们大家也想你啊。前几天我们还开玩笑呢，说小林当了领导了，好久不来了，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平常老百姓了？没有，像你那张嘴，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。小林哪是这样的人，是不是啊？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来，是我的不对。你们都还好啊？好，我们好。许阿姨听说你要来啊，就要给你做那个蒿子粑粑，让你带回家。许阿姨对我最好了。哦，薛叔叔在里面吗？在呢，快去，那一会儿聊啊。哎呀，这个小林是真好看呀。小林，哎，谢谢阿姨。哦，烫啊！不，阿姨，这个季节还有蒿子粑粑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呀？你当季的时候把它采了以后呢，用水一焯，再冻到冰箱里，1年4季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。小林啊，哎，这个展位还分里外间呢。文房四宝代表性的企业，还有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传承人，都在室内，其他的呢都在外面。哦，我们这个展位还是挺大的。我看看，你看看。哦，这么大呀！旁边谁呀？哦，红星厂。我们怎么跟他们挨在一块儿啊？能不能换一个？位置的话无所谓吧。给我们换一个吧，哪怕是换到外面，小一点都行。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。这主要是位置是彭书记定的，所有的位置都确定好了。而且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您在外面不合适啊。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当然不合适了。老轩，你想一想，你是宣纸传承人，那你就是宣纸的脸面，怎么能把你放在外头呢？你得想一想，你合适了，政府也得合适啊，是吧？这样，要不换的话，你去，我就不去了。宣叔叔，您不去不行啊！笔墨纸砚各请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要进行一场大师展演，这是桃花镇举办的大会，必须得您去呀。小林，这事就算我求你了，您给我们换一个。要是不换的话，我真不去了。行，我跟彭书记再汇报一下。谢谢。给你添麻烦了啊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小林啊，我听宣言说，你的工作遇到难处了是吧？本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国潮展区，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嘛。但是现在可能办不成了。办不成了？哎呦，那多可惜呀！哎，你们这个要是成了，好多年轻人会喜欢上宣纸的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政府它有自己的规定，我们呢，就不要说东说西了。再吃点啊！哎，对。喜欢吃，就到家里来。谢谢阿姨。你看，像这样带黑炭点的得挑出来，还有这种发乌的，这都不能要，都得捡出来啊。哦。哎，你个大主任，你过来给我们帮忙，你不会耽误正事吧？啊，
没事儿，国潮展区不做了，其他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那就好。秀梅啊，忙里忙外的没时间，就剩下我们2个老家伙，这可费了劲儿了。小黎呢？把心放宽一点，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。人这辈子呢，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，你就去做，毫不动摇。当然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是啊，轩叔叔，所以我特别敬佩您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纸的工人，我没有什么特别可敬佩的。别的我说不来，我就说我们做纸的事儿吧。其实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桃花镇呢，做宣纸世家的是有很多很多的。你比如说二虎他们蒋家，当年他就做得很不错。后来这20、30年，这个假宣纸就冒了出来。二虎他们做宣纸就掺了假。当然了，他是为了赚钱，其实赚钱也没什么不好，每个人都想赚钱。但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，你不能因为这个青檀皮贵了，就用龙须草来代替；嫌龙须草贵了，就改用竹浆；嫌竹浆贵了，就改用木浆。反正他怎么赚钱，他怎么来。这社会上，那懂宣纸的也没几个，于是就昧着良心，就干出一些损人利己、缺了8辈子道德的事儿，以假骗真，以次充好，把咱们老祖宗传承来的好东西都扔到那茅坑里去了。轩叔叔，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您坚守这么多年，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？那就要看你这辈子你想要什么。你比如说二虎吧，他把传承的东西丢了，他换到了钱。我没赚到什么钱，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。当然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也犹豫过，我干嘛不能像他们一样，我也闭着眼睛，我去赚钱，有什么不好？管他呢。后来我一想，不行，我不敢，我不能那样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宣氏传人。什么叫传承啊？传承并非是学一门手艺，其实比学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德行。你人都做不好，你那个纸啊也肯定做不好。你只有两者都做到了，那才是真正得到了传承。您坚守的对。别，也许我这么做没有什么好的结果，但是呢，对于我来说，我这一辈子，我这么做不遗憾。但是轩叔叔，您启发了我啊！我要向您学习，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，都应该坚守本心，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。对，行，那你们先忙啊，这叔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走了。我回头再帮你们啊。走了。啊。还指望着年轻人眼睛好使，多干点呢。这选了5分钟，聊了5分钟，这就走了。行了，你让年轻人干着我们都要耐下心来干的这些事儿，他走，他也是正常的。就咱们2个老家伙慢慢干吧，别嘀嘀咕咕的。哎。
这是什么呀？纸做的船啊？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我要拿宣纸做船的，奇怪吗？纸做的船下水不就沉了吗？下水就沉的那叫潜水艇，不叫船。只有奇葩呀才干得出奇葩的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。国潮展区呢，所有 AR 设计的场景，我打算全都不要了，全部换成国风的场景，但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，行不行？空手套白狼啊！你好好说话，你赶紧帮我算算能省多少钱。你之前要租那些设备，大概要10几万吧。如果都换成你说的，等会儿，不怎么花钱的。就按照你说的不怎么花钱的来设计呗。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国风场景的话，加上之前没干完的，大差不差5万块钱左右吧。那从明天开始4天时间够不够？别人不能，我能啊。跟你商量件事儿。啊，你说。就是这部分的费用，你能不能先垫上？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有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？只此代情侣，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纸上阡陌写断情，方寸之间有真情。愿以世间多风景。